让开！别拦路！这不是全球顶级的珠宝公司陆氏集团的总裁吗？快放开我，不然我饶不了你们！有颜有才华，可惜就要英年早婚了。今天这个婚你结也得结，不结也得结。撒手！当时说我克妻不许结婚。我看你不是克妻，你是克我。28岁了还单身，出家算了你。你走路不长眼啊！快抓住他！你快别踩了，赔钱！快呀！开车！开车！我是让你赔钱10倍赔偿！开车啊！拜拜。夏洛克明天就上小学了，必须得在3个月内凑够30万首付。看着，外卖65，10倍就是650，拿钱。带1000块，不用找。谢谢老板，后会有期。拜金。6块5，165。大骗子！大骗子！喂，表哥，房子帮你找好了，低调隐蔽，保证我姑绝对找不到你。在哪？玉水湾2106，密码6个0。Probably my answers crossed yours. 这个是病，满船不是。喂，夏洛克，下楼。妈妈，别说话，我在。啊，那我可一个人去吃希尔顿自助餐了。我进电梯啦。妈妈说的自助餐，我也是。海姆超市里面的免费试吃吧？当然不是，你妈我今天发了一笔横财，带你下馆子。玉水湾2106，密码6个0。低调隐蔽，保证我姑绝对找不到你。这也太讲道理了，要不让人把汤臣一品那套5居室给收拾出来。是不是脑子坏了？我妈肯定在那套房子里等着我，你让我自投罗网。那您真的不打算跟苏小姐结婚了？跟她结婚？暴殄天物，你也不必妄自菲薄嘛。我是天物。是。我是跟人合租吗？我是跟人合租吗？目前看来是的，是江城。您拨打的用户正忙。陆总，要不还是找人……算了，跟人合租也行。要是我们能找到这儿的话，还能有人帮忙打打掩护。找2个保姆过来，把人打扫一下。是。你去哪儿？去睡觉。婉婉，你的新室友帮你找到了，下午过去看房啊。你回去，走人家。小婉婉，我还没有吃完。唉，舒坦。妈妈，我们明天还能去吃自助餐吗？不行，太贵了。哼，少吃鬼。你忘了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什么啦？买学区房。我跟妈妈在一起，这哪令我的很开心。少给我来这套！你这么说，明天也吃不了自助餐了。不对劲，不对劲，哪儿不对劲？一成不了。妈妈，你是不是打扫房间了？没有啊。
从始到来，你是不是有第二春了？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都是你有男人的味道。我可以说成熟的男人。你不要以为你叫夏洛克，你就是小侦探。抓不到我。哎，好吵！怎么外面还有小孩？喂，特助，你赶紧去把门口那小孩给弄走。啊，现在啊？给你10分钟啊。王婉已经回来了，你直接进去看房吧。别去了，路子，已经进电梯了。CC 找我来了！CC 找我来了！怎么这男？你是？你就是房东吧？整个21楼都找不到2109，见鬼了！你的意思，我的合租室友是你老板？嗯。那他人呢？在休息。让他马上给我出去！每个月1万。那也不行，我招租上写的清清楚楚，我只要女生，你弄个男的进来是怎么回事？要是陆总一觉醒来无家可归，我就完蛋了。哇！妈妈说过我们不会五斗米折腰。要为你准备欢迎仪式吗？不用了，我们老板呢，现在特殊时期，不便张扬。啊，特殊时期啊！特助，哎，来了！刚才外边搞什么呀？哦，房东回来了，不过房子的事情我已经搞定了。行。对了，5年前那女人找的怎么样？回陆总，这肩上有事的女人，单晋河市就有1782个。那你就把那1782个且以每天36人的增长速度在逐日增加。哎呦，多少个人我不管，反正你就算把整个静河市都翻了底朝天，也得把他给我找上。陆总，5年了，我找了5年了呀，不找，那万一哪天那个女人带着5个萌娃强势回归，那我怎么办？听什么呢？嘘，妈妈，是尔叔叔跟别人搞一夜情。夜情啊？跟谁提起来没？那个女人跟你一样，身上有一个痣。那个女人跟你一样，身上有一个痣。不过那个女人生了5个萌宝。生了5个呢？我们不偷听别人讲话，一会儿被他发现。我的眼镜。Speeding up the heartbeat, banging in my chest. When you put it on me, you relieve my stress. You got me so high, taking deep, deep breaths. You get me so high, you get me so high. I know you ain't a drug, but you get me so high. 唉，要不是那天没戴眼镜，也不至于连孩子的父亲是谁都不知道。吴优，你给我找的室友怎么是男的呀？不重要，现在有个大单，咱家的太太想要一条独一无二的钻石项链，切不切？
还是算了吧。婉婉，那事都过去6年了，当初是沈曼抄袭你的设计，污蔑你，害你被交纳退学，不然以你的天赋，早就是静和氏的著名设计师了。嗨，你也知道，珠宝界最讲究的就是名气和声誉。以我现在，我有个好办法，还得是你啊，吴瑶。啊，变态！啊，变态！方豆儿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夏洛克。我问你的是真名。我真名就叫夏洛克。我才不信。这是真名。夏冰雹，原来你真名叫夏冰雹啊！还给我！小鬼，你是不是还有个姐姐叫夏雪，有个哥哥叫夏雨啊？别谁都跟你一开5宝啊！你，让我穿一姐姐的主演，我跟你拼了！小鬼，咱们就是这个。你爸妈呢？我妈妈工作忙，我爸爸教我说不能告诉别人，爸爸死了，否则就会被师傅。其实我爸爸是静和氏首富。静和氏首富，那不是我。看来得从这小鬼嘴里套点话。好想念中午的自助餐啊！3档牛排，3档刺身。喂，特助，你给我找几个5星级的米其林厨师来家里。哇塞！希尔叔叔，你爸爸也是静和氏首富吗？希尔叔叔，你爸爸也是静和氏首富吗？第1道澳洲龙虾，第2道希腊牛排，第3道清蒸鲫鱼。哇！请慢用。小叔，我不会在做梦吧？小叔，你应该叫哥。小叔哥，我开动了。哎，小鬼，你爸这几年有回来找过你吗？既然你诚心诚意的问我，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我爸啥了。啊！儿子，妈妈，你回来啦！夏洛克，刚刚那些人是谁啊？妈妈不是跟你说了不许给陌生人开门吗？那是室友叔叔请来的米其林大厨。米其林大厨？这人到底什么来历？说他有钱吧，他合租；说他没钱吧，他请大厨。还不知道新室友长什么样。在吗？我是来道谢的，你在不在啊？神神秘秘，刚才是有人在说话吗？苏律师，那个，咱们明天见一面。这事儿你先别告诉我吧。是你，好困难，好困难！
你怎么在这儿？这话应该我问你吧？你问我啊？江太太，你就是米兰知名设计师艾米吧 It's me. 这位是 I don't know. 这位先生，您是不是走错位置了？喂，师傅，我在这儿。不好意思，谢谢。江太太，这是我从总公司 Brenda 带回来的 Emerald 项链，全世界只有2条。那还有一条呢？在 Mila 设计展上。文叔，上次你逃婚的事情，我就当没有发生，我们能不能？苏诗诗，我们结束婚约吧。文叔，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果然是渣男。艾米，你说我戴这条项链去同学聚会合适吗？江太太，这条项链衬得您容光焕发，戴上它，您就是人群中最耀眼的。苏诗诗，我去上个洗手间。喂，陆伯母，您快来呀！文叔他变心了。喂，陆伯母，您快来呀！文叔他变心了。这个是陆总，这些呢是咱们第3季度即将发布的新品。这个绿宝石不错，把它作为项目重点推广。这不是陆氏未发布的新品吗？难道泄露了20万，200万也值啊！是2万。艾米，你没说错吧？这可是足足3克拉的纯宝石啊！精品不在价高，就冲你这句话，太好了，又赚到1平米学区房。来，女士，别把他骗了，这不是他设计的。你什么意思啊？你凭什么说不是我设计的？因为我不行，发布会下个月再开，现在不能说。因为我认识这款宝石的设计师。艾米，你抄袭人家啊？好，既然你说你认识设计师，那你把他叫过来，我跟他当面对质。我现在打电话把他叫过来，让他带原稿过来，我看你待会怎么狡辩。莫名其妙。喂，公司那个绿宝石的设计师是谁？叫他过来。你就是什么？你就是什么？你说什么？总裁要见我？有个送外卖的说绿宝石是他设计的，陆总让你带着原稿去见他。送外卖的，该不会是夏婉婉吧？表姐，你在我房间干嘛呢？我找充电器呢。愣着干嘛？走。啊，我肚子疼。你的设计师朋友不会叫沈曼吧？你怎么知道？就是你抄袭他的设计。别等，他不会来。为什么？这条项链名为 Alice， 设计以简洁为主，注重线条、流线，还有三维，寓意着纯粹和梦，让佩戴上它的人都能化身20岁的少女 Alice， 遨游在光怪陆离、奇妙梦境。这就是我的设计理念，你有什么问题吗，先生？我们继续吧，江太太。哎，等等，就算是你设计的，你也不应该瞒报身份。是啊，艾米，你的口音怎么变了？根本不是什么米兰的设计师，根本不是什么米兰的设计师，诈骗犯！江太太，现在你满意了？死渣男！
你这么有才华，为什么不找个珠宝公司上班，要去搞诈骗啊？大哥，3克拉2万块，我算哪门子诈骗呀？放手！臭小子，你想要事事解除婚约，这辈子都不可能！赶紧回去结婚吧，别给社会添乱。那个，你再帮我一回，这个绿宝石我买了。不卖！不是，喂，妈，你认错人了，认错人了。16.5块的外卖，转头就变成65，骗子！多管闲事的纹身，到时候的一瓶米就这么飞了。他怎么知道 Alice 的世界里你是剽窃？我抄袭，抄袭的明明就是沈曼。3克拉的绿宝石肯定也是他的，被家里催婚也是你活该，祝你找个母夜叉！狡猾的女骗子，后会无期！倒你的狗，别让我再碰见你！哎呀，怎么又是你？你跟踪我啊？我还嫌晦气呢。气败了！你还说你不是跟踪我啊？我跟你住在一个楼层，真是倒了8辈子的霉了。你有完没完？这是我家。什么？妈妈，你们回来啦！妈妈，你们回来啦！你们？儿子，你认识他？他就是我们室友叔叔。不是，你不能住在这儿。凭什么？我刚租的这房子，房租我会想办法退给你，反正就是不能住在这儿。你干嘛呀，臭流氓！你还看我肩膀？这个耳环不是陆氏集团下一季度才出的新款吗？难道是系统漏？那个，我能不能租你们家的房子？我付双倍租。不行，妈妈是2倍房租耶，2倍也不行。儿子，这个人看着就不像什么好人，咱们孤儿寡母的和一个男的住在一起，不合适，不合适。我是好人，好人拉人家衣服看人家肩膀吗？你刚才把我往外赶，我想往里进。行了，反正你就是不能住在这儿。必须得想办法留下来。看他肩膀上那个痣，不可能只是个巧合。还有，下个季度的实习卡怎么会泄露呢？那个，我到底要什么条件，你才可以让我住在这里？我到底要什么条件，你才可以让我住在这里？不管什么条件，你都不可以住在这儿。我真是太惨了，我花钱大手大脚，我还不去囤钱，我连工作都没有找到，家里又不给我生活费了，我连住宾馆的钱都没有了，都是怪我太善良了。妈妈，他好可怜呀，要不我们收留他吧？可是我们……算了，你们不用收留我了，你们孤儿寡母一点安全感都没有，我今晚就睡大街吧。行了，那你住这儿吧。谢谢彭总，你真是个好人。等一下，你叫什么名字？陆文书。如果你就别要上学啦，不要去学校吃难吃的冬瓜，我真是个大聪明。迟点儿。妈妈，我好痒。这怎么回事啊？夏洛克，怎么了，妈妈？是不是你干的？你明知道自己腺肉过敏，你还往里加，这很危险，你知不知道？你挠什么？你也痒啊？哦。夏洛克，夏洛克，医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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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腺肉过敏，你快帮我看看吧。
好，张医生，王总儿子手被割伤了，整个科室的医生都过去了，你怎么还不过去啊？但没事儿，他儿子只是手背上划了个小口子。说什么呢？我儿子要是失血过多出事了怎么办？亏你还是个医生，快点跟我走，看看我儿子。王太太，你儿子是真没什么大病。我老公可是这个医院的大股东，你不跟我走，信不信我让你失业滚蛋？可是这可是什么可是？他的命能用我儿子的金贵吗？死了算了，你说什么呢？医生，你先帮我救孩子，我保证你的饭碗不会被别人抢走。好，哎，你们可不能走啊！你这个人怎么这样啊？如果今天我儿子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让你们整个医院陪葬！你老公就是这家医院的股东王祥生。我劝你啊，还是识趣一点，不要得罪我们王家。哼，终止跟王家的一切合作。装什么装？琼江花子也在这装腔作势。哎，我让你找个医生，你找这么久，爸爸都快急死了，你知不知道？王祥，陆总，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陆总，该不会是……陆总，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刚才你老婆说我是叫花，还说我装腔作势，甚至还要害死我儿子，这比账还明显。你这个贱人呐！你想害死我呀？你个扫把星啊你！陆总，我这就回去跟他离婚，马上离婚。老公，你不能这样对我呀，老公。陆总，我错了，陆总，是我公然干人定，但是我永远不是代价。陆总，求你饶了我，陆总。行了，别丢人了。我们赶紧去上夏洛克，看怎么样？陆总，你到底是谁啊？他们为什么都对你那样？这家医院的那个院长，他是我朋友，我刚才一急之下，我就借他名字用一下。你真不是霸总，我看你刚刚那个架势，看我穿这样，你像什么霸总？也是，哪有霸总无家可归的？而且你这也太落魄了点儿，你也蟹肉过敏啊？哎，没事，我就吃了那么一点，待会儿打个点滴就行了。快走吧，夏洛克。哎呀！妈咪，你真发财啦！带我住这么好的病房，豪华大单间。这是普通病房的规格吗？应该是吧。不行，我得起来问。护士小姐，这是普通的病房吗？这是5800一天的 VIP 病房啊！什么？是普通的病房吗？这是5800一天的 VIP 病房啊！什么？5800？妈妈，你一个月能赚到5800吗？搞错了，多少钱？不是吧？就是这儿。5800一天住什么住啊？没错，夏小姐，就是这里。因为今天是国际医学日，所以我们给你们升级了 VIP 病房啊。你的意思是医院在搞促销？医生，我看你也挺忙的，还有别的病人要照顾吧？那个，您先去忙，我们都知道了。好，那我先走了。妈妈，我们一起很好耶。不对劲，来，你坐下。说，是不是你搞的鬼？我就是刚才去那个前台，人家有个护士长，我说能不能看在我长得帅的面子上，给我儿子安排个好点的病房，就来了这儿。看你长得帅，耶，你这人怎么这么恶心？不信你问夏洛克，是吗，儿子？是。护士的眼光真差劲。来，看看你老妈熬的汤好喝不好喝？妈妈做的汤比学校里面的冬瓜汤要好喝多了。那是必须的。哎呀，夏冰雹，叫夏洛克。我真羡慕你，不像我啊，躺在隔壁的病房，也没有朋友来陪我，爸爸妈妈又不照顾。你想喝就直说。不要老是那么客气。哎，我还没尝。你俩都是左撇子。行了，一会儿你俩吃完饭打完针，自己回家好不好？妈妈还要去送外卖。
夜市买的。乖，我走了啊。谁是跟我们走吧？等一下，你小心！我说你俩怎么回事？夏洛克是小孩，他是红绿色盲，分不清红绿灯。你一个大人也分不清吗？带着他闯红灯多危险呀！可是，大人也可以是红绿色盲啊。你的意思，你也是红绿色盲？你俩还怪有缘分的。妈妈，等会希尔叔叔来跟我们一起去游乐园玩吗？不行，他很忙的，妈妈跟你去好不好？没事啊，我有空。耶，这也太好了啦！你不能玩，果然是要爸爸妈妈陪同。夏洛特，你没办法，妈妈也是胆小鬼。我妈妈才不是胆小鬼。那你也走开，让我先。爸爸，儿子，怎么个事儿？谁敢欺负我儿子？这不你们班的没人要的小孩吗？我才不是没人要的。我管你有人要没人要，今儿个这游乐园你不能玩啊！滚！谁说儿子不能玩？我是他爸爸。谁说儿子不能玩？我是他爸爸。你凭什么赶我儿子？凭什么？我是这游乐园的黄金会员，这卡我花5万块钱办啊！你告诉我凭什么？我还是这家游乐园的老板呢。你是这儿的老板，你跟我装什么？我在游乐园门口，你们过来。陆总，不好意思，给您和您的家人带来了不好的忧患体验。陆总，这都是误会，真是我有眼不识泰山。崔老亮，还不快给人道歉呢？我不想再看见这个所谓的黄金会员。好的，陆总，我们公司在市区的28家游乐场对他们负责已经进行了拉黑带走。陆总，儿子，陆总，祝您玩的愉快。陆总来了，准备清场啊？不用，我们自己玩就行。小少爷，有了这张钻石金卡，你就可以不用排队了，无限次畅玩。陆总，那我就不打扰了。你们忙。陆总，他们为什么都叫你陆总？哦，那个，你记得上回在医院我那个朋友吗？这家游乐园也是他们家的产业。我跟他是发小嘛，所以我就借他名字用一下。有这么巧的事情？你的朋友都这么厉害？我那个发小他是比我大。希尔叔叔也太厉害了吧！要是我爸爸也像你这么厉害就好了，就不会有人欺负我和妈咪啦。走吧，咱们玩去吧。哎呀，去完了。你还不打算出去找工作啊？暂时还没有工作。你行吗？我还等着你找着工作，有钱租房了，好搬出。那你有什么好工作介绍给我？我还真有，入行门槛也不高。他不会要带着我一起走这一途吧？这样也好，就能早点查出来口齿泄露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你要不要试试？来，带上，不带扣钱的。你要带我去干嘛？送外卖啊！你说要带我找的工作就是送外卖啊？这个入行门槛低，你要是努力的话，一个月怎么也有6、7千呢？你不要觉得职业有高低贵贱之分，送外卖有什么不好的？上车。不是，你这车安不安全？你上次不是坐了吗？我上次那是形势所迫，我为了逃命我才坐你的车。你现在是生活所迫，走不走？不带我自己走。哎，急什么？坐稳了。
I wanna be somebody special. 서툴지만 내 맘은 너인 걸. That's right. 啊！你今天要带我来这儿送外卖啊？今天要带我来这儿送外卖啊？这家公司怎么了？你不会是在这投过简历吧？投过简历也没关系。我听说这种大公司的老板都是变态，你不来这上班是好事。啊？这种大公司的老板都是变态？你听谁说的？都这么说吗？我外卖要凉了，我今天先带你熟悉一下流程，等后面你知道了就可以自己送了。走吧。哎呀，你不用觉得送外卖丢人，凭自己本事赚钱有什么的？哎，等一下，站住！谁让你们这些臭送外卖的用我们公司的电梯了？脏死了！我送的外卖在32楼，我如果不坐电梯爬楼梯，我就超时了。哈哈，你爬楼梯送餐超时关我什么事？你们这些送外卖的都一样，全身上下臭不发。不臭啊！我的天呐，我这手呀，待会儿还要再洗一下。保洁阿姨呢？怎么还不过来？赶紧把这里打扫一下，感觉空气都被污染。你今天是不想吃饭了是吧？你今天是不是不想吃饭了？想清楚再说话。设计一部朱莉，我今天来这儿只是个送外卖的，没想到在楼里面还能碰见你这种光鲜亮丽、不容玷污的白领。我不是这个意思，不好意思，您先请。对不起，我真不是这个意思。你跟我说他并不是。没事，歇一下，赶紧送外卖。他以后不会给我差评吧？放心了，不会。不多好。你们俩觉得我很像你们的陆总吗？啊，您跟我们英语省5的陆总实在是太像了，太像了。有点像，就是有点像。陆氏集团的人怎么脑子都跟有病似的？你说以后我要是进了陆氏，我不会跟他们一样吧？你想进陆氏集团？对啊。有没有一种可能，未来我会是陆氏集团的首席珠宝设计师？你笑什么？你什么意思啊？你瞧不起我是吧？我跟你说，早晚有一天陆氏集团总裁会亲自求着我过去的。哎，你什么意思啊？走。哎，夏婉婉，人家这是公共的，你就没见过这么自私、小气、势利。哎，谢谢啊。喝水，喝水。喝水，喝水。谢谢。喝水。谢谢啊。对了，你为什么要给他们送水？他们明明可以自己拿。水放在那，他们根本就找不到在哪。反正我送外卖顺路，就给他们送过去了。你不会一直送外卖，我看你之前卖珠宝，你是不是想进陆氏集团当珠宝设计师？当然了，不过我在实现梦想的途中遇到了点意外，要推迟了。可是我都从来没有看见过你画什么珠宝设计图。来，在这儿补下。哎，你恶不恶心啊，夏婉婉？又会的纸巾往别人手里塞。这是我的设计图，你看看嘛。这是我的设计图，你看看嘛。真的假的？当然了。这是你画的？什么时候画的？为什么画在这上面？
我刚刚送外卖的时候，突然有了灵感，就先画在这上面了。这个就叫艺术源于生活。这条手链的设计足以和陆氏集团最好的设计师抗衡。他真有这么强的设计天赋吗？你不是想进陆氏集团当设计师吗？你就把这个设计图拿过去，找份工作，月薪起码2万起。不行，我遇到了一点困难。不过我相信我一定可以的，只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你也知道，珠宝设计的门槛很高的。你看啊，就这一颗小小的海蓝宝石要3万块呢。我现在没有钱，只能再等等了。你想要这个设计图上的海蓝宝？像我们做珠宝设计的，看到这种宝石都走不动路的。这颗海蓝宝，我现在就一点一点接近我的梦想，每送1单外卖，就离我的梦想更进一步。嘿嘿，你倒是还挺乐观的。一颗海蓝宝，找了它再简单不过了。陆总，你可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一个女骗子啊！虽然这颗海蓝宝石只值6万，但是他也许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况且现在还有个定时。你可别把自己也搭进去喽。你说什么？哎，没什么，没啥。是什么呀？是哪儿偷来的？什么偷的？我从小就教育夏洛克不许偷别人的东西，你也一样，把它还回去。真不是偷。大哥，你知不知道这一颗海蓝宝可不止3万块？它的这个纯度特别好，比一般的海蓝宝品质高很多。你倒是挺有眼光啊，一眼就看出来了。就这里面这一颗小宝石起码要6万块，你要在里面蹲10年，你知不知道？我要跟你说多少遍呢？这真不是偷回来的，我买回来的。你买的？你哪来的钱买的？你连房租都交不起。我就花了这个数。我就花了这个数3000。300，我身上我哪还有3000呢？你是说你花300块钱买回了这颗宝石？你没骗我？我没骗你。发誓，你真的没有骗我。哪儿买的？就那人民路那个街边上，还有一些那种就是小摊子，你知道吗？就那儿有一个那个小摊子，它就上面全是这种。全是啊！你带我去看看呗。你要去看看啊？我在这好看，走，陪我去。完了，我刚才是不是撒了个大谎？江湖救急，现在立刻马上带上宝石钻石去人民路口摆摊竞拍，我一会儿就来。快点啊！陆总，你让我去摆摊卖钻石，还是贱卖？摊子借我用一下。哎呀，就借我用一下嘛。用一下，快！你看，我没骗你吧？人就在那儿。摆地摊穿西装啊，这么正式？怎么摆摊了还穿西装，一点都不敬业。事出紧急，实在没时间换衣服啊。你这些全都卖啊？啊，卖，都卖。这个多少钱？3万，便宜点儿，都是回头客。那要不3000？多少？3000？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也太白菜了！我的天，承包了这个小摊子，我夏晚晚的发财梦还远了。他怎么不说话？还是太贵了。还是太贵了。你看，你这石头这么小一块，跟个黄玻璃似的，便宜点。那要不30？不是，陆文书，
你砍价也太厉害了吧！这个多少钱？这个2万200。行了，这些东西我全要了，你赶紧卖完收摊，你回去吧您。还能这样，直接砍2个零，这也太溜了。看你是回头客，200就200吧。这个多少钱？这个250。这些，哎，算了，这些我全都要了。老板，你给我打包一下，多少钱啊？你再算一下，看有没有问题。一共是12960。你怎么了？看着不太高兴啊？没有，我就是想着把东西全卖出去了，我就可以回家了嘛。我上有老下有小，有了这些钱，我就可以给我孩子读书，可以给我老母亲买药，还可以给我媳妇儿买棉袄啊。你有几个孩子？2个。算了，这些东西我不要了。啊？怎么突然间就不要了？是我哪儿说错话了吗？你的这些宝石还有钻石的价格全都算错了。就比如说这一颗，它的价值起码在1000万以上，甚至更多。还有这个，你别看它小，但是它成色好，价格也要200万呢。这就更不好说了，它可是拍卖会的展品，价格怎么也得4000万以上呢。你这个篮子里的所有宝石还有钻石都特别值钱。这样吧，你拿手机记一下，我告诉你这里每个宝石还有钻石的大概价格，省得你以后再被人坑了。我这还有一家珠宝店的联系方式，你记一下，到时候你可以把这些珠宝全都送过去。那这些你全都不要啊？不要了，我买不起。还有这个，还给你。这个已经付过款了呀。这颗海蓝宝起码要6万，你不能才300块钱卖了。你赶紧把这些东西送到珠宝店吧，小心路上被人打劫。那这些你全都不要啊？你要是再晚走一会儿，我可真舍不得了。我走。别看了，你有什么好看的？我感觉我做了个梦，错过了1个亿。这回你好像真错过了这些。我的钱，我的钻石，我的海蓝宝都没了。那你现在还想不想挣钱呢？要赚呀，可是人家也很可怜，上有老下有小的。那你刚才你可以把那个海蓝宝要下来吗？我都已经付过钱了。不行，300块钱买6万的海蓝宝那是诈骗，我得给我的夏洛克做个好榜样，不能给他带来负面的影响。我还是好难过呀。没想到你这个人还挺正直的。我也不想啊，我想赚钱。那你现在还想进陆氏集团吗？哪有那么容易？也没有你想的那么难嘛。你不是还说想要让陆氏集团的总裁亲自邀请吗？你觉得这个图设计水平怎么样？哇，陆，你这是找到合适的总设计师了？哦，难道是去巴黎进修过的薇薇安设计师吗？是去外卖集团进修过的设计师。夏无晚，你今天打开看见了？不是，他天赋这么高吗？我也很惊讶，所以我想让他进公司试一下。哇，陆总，他要是的确能力这么强的话，那可真是个人才啊！哦，对了，如果他真进公司了，你不要在他面前出现。你之前给我租房子，昨天摆摊我差点露馅了，别到时候惩罚我。是，陆总。陆氏集团让我明天去设计部报道，从设计师助理做起。
明早9点到公司上班，月薪12000。我说我出息了。恭喜你！不对呀、我没投简历。骗人呢！我把你的资料跟简历投递到了陆氏集团的邮箱，为什么不试试呢？你投的？嗯，谢谢你，等我发了工资请你吃饭好不好？夏婉婉，你的才华不应该被买。这个你知道，你眼光还是不错的。夏婉婉，你怎么会来这儿？入职？这里可是陆氏集团，你一个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的，是来应聘保安呀，还是保洁？我劝你还是别自取其辱。人在做天在看，你以为你当年干的那些阿萨事没人知道吗？沈曼，是你朋友啊？哼，只不过是一个剽窃成瘾、谎话连篇，连大学毕业证都没有的骗子吧？当年剽窃别人作品的人是你，不是我。现在都学会往别人头上泼脏水了，你问问有人信？而你夏婉婉只配永远藏在见不得光的地方，做个下。陆氏集团不是你盖来的地，还不赶紧滚！你连自己作品的设计理念都说不出来，你不心虚吗？这么多年了，你进陆氏集团有什么好的作品设计出来吗？还是说你选设计师江郎才尽，没得抄了？我只知道拿出设计作品的人是我，而不是你。我问心无愧，你夏婉婉只不过是一个卖假珠宝诈骗犯，根本不配和我们出现在同一栋楼里。居然是个卖假珠宝的诈骗犯啊！也不知道他的简历是怎么通过筛选的。不仅如此，他私生活混乱的很，还带着一个腹不详的野种。哎呀，这种人呐，不仅心脏，人也脏。我们还是离远一点，万一传染了什么脏病，别不好治了呢。你不许侮辱我儿子！沈曼，我今天来这儿就是为了证明，当年剽窃别人作品是你。只可惜呀、陆氏集团的招聘信息上写的清清楚楚，本科毕业。你毕业了吗？还是说你又跟谁谁谁上床了，所以说才有这次面试机会？也不知道人事部哪这么张眼，连简历都看不明白，招了个垃圾进来，还不赶紧滚出去！夏婉婉是我招进来的。陆总，陆总，上班时间都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赶紧回去！我，这位是陆总。陆总好。你怎么在这儿？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新主陆氏集团总裁特助。总裁特助，这你怎么进来的？这要求很严格呢。我也不差，好不好？行了，我也找到新工作，咱们今天晚上回家好好庆祝一下。怎么这么巧？下班之前把这些文件处理好。这么多，这可是什么呀，夏婉婉，你一个抄袭狗，以为进陆氏集团是这么简单的事情？咱们公司怎么连抄袭的人都找进来了？你口口声声说我抄袭，你进陆氏集团这么多年，有什么新的作品吗？还是说你当年那幅图就是抄袭？好像是。
自从沈设计师进公司以后，好像连一份代表作都没有。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们打个赌吧，看谁先画出下个季度的设计图并被选中，赢的人留下，输的人滚蛋。好啊！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东西，你连参与设计图评选资格都没有。小树哥，你好厉害呀！那油油估计也太香了，是吧？你妈怎么这个点儿都还不哎，哇，好漂亮的项链，是要送给我妈妈的吗？小树哥，你是想追求我妈妈吗？别瞎说，这是送给你妈的入职礼物。吓死我了！你儿子太多，不合适做我爸爸。啊！我哪来几个儿子？喂，你今天的火锅我怕是赶不上。啊，你怎么才入职第一天就那么多工作啊？该死的沈曼，他巴不得给我布置一大堆的工作跑，把我逼走。那行吧，你早点忙完，赶紧回来吧。等一下，沈设计师，你现在还不能下班。陆总说了，下班晚的工作全部交由沈设计师来解决。为什么呀？这还看不出来啊？陆总是想重用你。啊，太感谢你了，唐助理。你现在可以下班了。你又要耍什么花招？我不走。你现在可以下班了。你又要耍什么花招？我不走。我说现在用不着你，你的工作我来解决，你还不赶紧走？简直就是莫名其妙。那不是男士领带，夏婉婉居然还恋爱，哪个男的瞎了也会喜欢你？干杯！我们居然都找到工作了，还是在同一家公司，这也太巧了！以后我们就是同事啦。行啊，祝你入职快乐。你是怎么当上总裁助理的？这个职位对学历要求很高的。拜托，我也不差，好不好？我有份礼物要送。谢谢你，我很喜欢。妈妈，小树哥要让礼物送给你。哎，这啊，入职礼物啊。你这天使之泪仿的也太像了，你在哪儿买的呀？跟真的一样。仿的？对啊，这可是天使之泪殿堂级的藏品，真的要几百万呢。你一个刚入职的小助理，哪来那么多钱？你还挺有眼光的嘛。不过你知道天使之泪？你之前见过吗？你之前见过吗？当然了，我可是学珠宝设计的，虽然只有一面之缘，但我还是凭我聪明的才智记住。能在只见了一面的前提下，就记得天使之泪长得什么样子，念念不忘，他还真是挺有天赋的。啊，得赶紧吃了，因为吃完我还得回公司加班呢。我跟沈曼打赌，就下个季度的设计图评选，我要赢他。你说什么？下个季度的设计图评选啊？你不知道吗？那个设计师助理是不能参加选拔。什么？哦，这个沈曼，他肯定早就知道，故意陷害我。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办法了。对了，你有准备好的设计灵感啊？
你就不怕我把你设计图给泄露？嗨，我这就是一个设计灵感，一个草图而已。行，我看看啊。你的线条可以啊，空间感也不错，还会用黄宝石做点缀。你还懂珠宝设计啊？略懂一二吧。你听说了吗？这次设计图的选比公司全员都会参加。真的啊？全员参与又怎么样？有些人没有天赋，再怎么着，也只能是浪费时间。咱俩走不清。简直就是莫名其妙。这不是夏婉婉买的领带吗？夏婉婉昨晚送出去的领带怎么会出现在陆总身上？陆总向来穿戴的都是私人定制款，这两个人难道有什么关系？你要是啊，陆总，就是新来的设计师助理夏婉婉，我看她的简历有抄袭的情况。你想说什么？陆总，我跟这个夏婉婉是一个大学毕业的，她我还挺了解的，私生活挺混乱的。我听说你跟他一起参加京城评选，如果这一次你失败，沈设计师，我真的要怀疑你的能力。我当然不会输的。陆总，你这领带挺特别啊，新换的，不像你一贯的风格呀。好看吗？挺特别的，不过这颜色挺适合你。是女朋友送的？哦，这个。昨天那条领带你送给谁了？关你什么事儿？如果夏万真的和陆总有什么关系，他现在也不至于只是一个设计师助理。难道是我多想了？你不会又想抄我的作？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胡说什么？我就是想看你上班时间有没有摸鱼。要是真让夏婉婉参加评选，万一不行，绝不能让她有这个机会。这次一定要谨慎，绝对不能再让沈曼抄了去。陆总，这张图公司设计师想了很多办法，还是救不了。要是这张图不能按时交的话，咱们的项目就泡汤了。你怎么还没睡啊？我看看。你有什么见解吗？我觉得有点小遗憾，我能改一下吗？她会不会就是5年前那个女人？你看我做什么？啊！夏婉婉，你可以啊！那是当然了。你帮了我个大忙，要是这个设计稿被采纳的话，你会得到一笔丰厚的奖金。真的？啊！喂，老板，您让我找的5年前那个女人终于找到了。什么？你不是说泾河市有1782个肩膀上有痣的女人吗？老板，你还记得之前您交给我的眼镜吗？我根据这2项条件同时查下去，最后只有1个人同时符合2个条件。是谁啊？
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啊，就是夏小姐啊。什么？他这么多年，难道忘记我了？为什么也不来找我？那就是说，夏洛克是我儿子。陆文书，我的笔是不是丢在你这儿了？陆文书，算了。这不是我5年前的眼镜吗？那陆文书就是我的姐。他居然就是夏洛克的爸爸，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这么处心积虑的留下来，难道？你在我房间干嘛？我来找我昨天落下的笔。小婉，小婉啊，干嘛呢？脸色那么差。哎呀，不行，他本来情人就多。夏洛克说他有5个私生子，这种感情经历复杂的花心萝卜还是得离远一些，不能让他知道夏洛克是他的儿子。你现在有稳定工作了，收入也还可以，是不是可以搬出去了？为什么啊？小婉，你要跟我走，我可以付房租的。你一个大男人住在这儿还是不方便。同在一个屋檐下相处久了，万一他发现夏洛克是他儿子，要是怎么了，我还怎么查清楚夏洛克是不是我亲生儿子？那会不会这个没良心的女人，居然一点都不在乎5年前的事儿。总之，一定要赶我走啊！为什么赶他走？我心里还有一点舍不得。他要是留下来，只会惹更多的麻烦。我不能心软。这张卡没有密码，50万。50万？你的意思是你要用50万收买我，就为了住在这儿？你上次帮我改的那个设计图，人家通过了，人家老板说这50万是奖金。笨女人，带着儿子过苦日子都不会来找我负责吗？这卡里真有50万。那你出去吧，我说。你不用走了。为什么？啊，就50万就把你收买了？不是，市中心的学区房首付我凑齐了，夏洛克马上就可以上小学了，到时候房子有了。可是我的财神爷，我怎么能把财神爷赶走呢？我儿子可不能上垃圾学校，得想想办法。那你今天还要不要去看学区房？是我有此意。哎，夏洛克，你看那间房子怎么样？这不是陆氏集团开发的楼盘吗？这么巧。这个房子怎么样？挨着小学，旁边还有篮球场。妈妈，你什么时候发财的？还不是多亏了你小叔哥。妈妈现在凑齐了30万的首付，而且还有稳定的工作，可以还贷款了。小姐。哎呀，小姐，您看中的这套楼房呀，可是我们目前最热门的学区房。您要是为了孩子上学做打算呢，我劝您呀，还是早点下决心。那你这房子的首付款是30万吗？30万，这套楼盘可是4室1厅的户型，室内面积200平，总价是1000万，这首付怎么说也得个300万呀！1000万，首付就要300万。可是前2天安家房产的人给我打电话说，这个房子首付款只要30万。他们说的30万首付呀，那指的是老破小，我们呢是不推荐的。要1000万的全款啊！妈妈，我们现在的房子也很好呀，只要和妈妈在一起，我就很开心啦。儿子居然这么懂事，这么多年，他们母子应该吃了不少苦。可是你的学区房怎么办呀？我说你们能买？陆。
三位是来看房的，哎，看上了哪一套啊？哦，我们不看了。不是，小姐，您稍等啊，我们今天销售有活动，您看上哪一套，我们可以给你优惠。经理，咱们都排什么时候做优惠活动了？就在刚刚，活动正式开始。优惠啊？那也算了吧，这1000万的房子再优惠也优惠不了多少钱。我们还是不看了，走吧，夏洛克。哦。这样，小姐，1折优惠怎么样？1折？开玩笑的吧？1折？开玩笑的吧？没有，因为你是我们今天进店的第1位顾客，也是我们销售部自建成以来第8888位顾客，所以您是最大的幸运儿。我怎么听着不太靠谱？这不是什么新型的诈骗手段？我看不像吧，人家这售楼部都开了好几个月了，而且开发商也是大公司，你要相信自己的运气。运气。可是，妈妈，你这来1瓶都没中过。我觉得这次应该是真的。怎么可能是假的呀？啊！来，快！这是合同，你看看。你笑得那么事？难道你真做来了？我给您计算一下啊，您的总房款是1000万，打完折之后是100万，首付30万就可以，以后按期还贷就行。真的？100万买200平的房子，还是市中心的学区房？你真没骗我？还是楼王位置，精装修，拎包入住。我把手续办好以后，您今天就可以搬进来。陆文叔，你真是我的财神爷，还是我的幸运星。那我们去签合同吧。行，走吧。我说经理，这1000多万的楼盘，你100万就卖出去了，这要是让上面知道了，那位可是集团的陆总，能跟陆总一起来的，想必是陆太太。说不定这只是人家夫妻之间的小情趣呢。你懂什么？什么？陆总？哇！妈妈，这以后就是我们的新家了吗？对呀，你马上就要上学了，有了这个房子，你就可以上本市最好的小学，开心吧？妈妈，你真厉害！夏洛克，你想上贵族学校吗？别瞎说，贵族学校1年几十万呢，真进去。我可以给夏洛克付学费。你给夏洛克掏学，你安的什么心思？哦，你该不会……他应该还不知道夏洛克是他儿子吧？我能有什么坏心思？我就是太喜欢夏洛克。小树哥，你要努力赚钱，买新房子，娶媳妇来，不能乱花钱。夏洛克，你也太懂事了。为了我的新家，为了我的房贷，我要更加努力。你干嘛呀？吓死我了！你这是在干嘛呢？明天就是夏洛克生日呢，你们准备生日惊喜吗？我陪你一起。来死你的死气！你这么熟练，之前夏洛克生日都是你一个人在陪。对呀，每年都有这个仪式感，这是我和他的约定。看来你把夏洛克照顾得很好。我可就他这么一个儿子。你就没有想过给夏洛克找一个爸爸？你就没有想过给夏洛克找一个爸爸？
没，就我们2个人就挺好。哎，我是说如果夏洛克的亲生爸爸来了，他不会知道夏洛克是他儿子吧？为什么这么说？我们2个就挺好的，需要别人。哇！夏洛克，生日快乐！谢谢妈咪，谢谢小哥。妈妈这次会不会要给我买的新书包、新玩具和新衣服？唉，每年都是这样。妈妈，你能不能有点创意呀？嘿！妈妈，你真发财啦！这个电子手表好酷！哇，还有一个限量版的超人鞋，好帅呀！我明明记得我买的是书包啊。这是我给夏洛克买的生日。嘿，嘿，谢谢小师哥。哎呀，文叔，那手表可1万多呢。小孩儿喜欢就好了，还想不想吃米其林大厨？想。叔哥给你安排。小叔哥你人真好，你要是我爸爸就好。我小孩嘴干嘛？我怕小孩乱说话，耽误你以后找女朋友。去玩去吧，夏洛克。其实我也可以不找女朋友。真是的。夏洛克，你又拿我的设计图纸折纸飞机。这是你要参加评选的事吗？对呀，我给它取名为《恋人絮语》，怎么样？是还设计的挺梦幻的，你一定会赢的。但是我现在要回公司重新画一个，都照本了。现在这年头，谁还敢在马路上扶人啊？要是被讹了，这哭都没地方说去。那还是赶紧走吧，这老太太估计也活不了了。阿姨，你没事吧？你别担心，我帮你打120。喂，你好，120吗？哦，我这有人晕倒了。好，没事了，阿姨，扶你起来。陆总，不好了，夫人出车祸了，现在人还在医院呢。说什么？赶紧带我去医院。上午那个会，张水那边主持。是。小姑娘，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呀！一会儿让我儿子好好谢谢你啊。哎，你叫什么名字呀？啊，阿姨，你叫我婉婉就行。我看您现在也没什么大碍了，要不我先走吧。要是我家那个混小子能娶个这么善良懂事的姑娘，那该多好啊！哎，小姑娘，你没对象吧？我没对象，但是我有一个儿子。有儿子好呀，证明你是个负责任的母亲呀。我儿子也没对象，可愁死我。哎，要不一会儿你们认识一下？我儿子长得还行，阿姨，虽然这脾气，我上班要迟到了，我要是再不去，我全勤就没了。这样，我们以后有缘再见，好不好？小姑娘，拜拜。都送笑。哎，多好的姑娘啊！哎，陆文书，你找不到对象也是活该，磨磨唧唧。爸，没事吧？你早来一步就好了。刚刚救我那个小姑娘，人美心善的，你娶她正合适。
你之前不是才说让我取那个什么苏诗诗吗？那苏诗诗你不是不喜欢吗？那就换一个呗。你都这样，就别乱点鸳鸯谱。刚才那个小姑娘真不错，而且啊都有儿子了，肯定是个负责任的单亲妈妈。也不知道是哪个混账东西辜负了她。小婉婉，你以为能参加比赛你就赢定了吗？你永远赢不了我。小婉，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把你赶出陆氏集团。你干嘛呢？我没干什么呀，我就是正好路过这里而已。大家可以看一下我带来的设计作品，这是我的设计图。那以上呢，就是我带来的设计作品。沈曼，这么多年你怎么还是这么卑鄙啊？你又偷我设计图！夏婉婉，你没有证据胡说八道什么啊？你凭什么说我抄袭你的设计图？我什么时候拿过你的设计图？刚才你在我的工位上鬼鬼祟祟的，不是你还能是谁？这设计图是我先拿出来，有本事你把你的设计图拿出来给大家看看。要是跟我的一样，那是你抄袭我的，而不是我抄你的。我听说之前夏婉婉就抄袭过沈曼的设计图，没想到还是死性不改。这种人是怎么进公司的？不会是关系户吧？夏婉婉，是沈曼先拿出来的设计图，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这图纸是你的？我可以说明这组图的设计理念，这个设计图是我的。我当然也可以说出设计理念。时隔5年，你当真以为我一点长进都没有？我还有证人，有人可以证明这幅图是我画的。什么证人？陆总的助理。你是说 Jack？ 他的英文名叫 Jack？ 哦，是。等一下，如果总裁特助帮着他呢？我和他非亲非故的，他为什么要帮我？我现在就打电话找特助问清楚。如果他可以做这个证人，那么夏婉婉你是无辜的。Jack， 你见过夏设计师的设计图吗？夏设计师的设计图没有。好，那没事。夏婉婉，听到了吧？总裁特助都说没看见，你还说这设计图是你的吗？对，高丽纹身学校是纹书。组长，陆总一共有几个助理啊？夏婉婉，你不会是在拿组长寻开心吧？你难道要让组长把总裁的每个特助都给你找过来一遍？够了，夏婉婉，你先出去。设计图评选结果你失败了。夏婉婉，愿赌服输，你现在立刻从公司出去。这幅图就是我画的，所有的设计草图我都有保留。夏婉婉，看来你不仅抄袭我的设计图，连我的草稿图你都不放过呀！我再说一遍，我没有抄袭。陆文书，他可以给我作证。他说的该不会是陆总吧？陆文书，夏婉婉，你知道陆文书是谁？你居然敢找他，他可是我们集团的总裁。你是说，陆文书是陆氏集团总裁？夏婉婉，你是不是蠢呀？你已经进了陆氏集团，你居然连总裁的名字都不知道呀？陆文书为什么要骗我？夏婉婉，现在立刻从公司滚出去！我们集团绝对不会接受一个抄袭成瘾的设计师。组长，如果陆文书就是陆氏集团总裁，那他可以给我作证。你刚才说总裁特助可以做你的证人，一个总裁特助还不够，现在又说什么陆总可以做你的证人？你是不是想让组长把每个人都给找过来一遍？不用向任何人求证，我就是他的证人。他不需要向任何人求证，我就是他的证人。
你就是陆总，你为什么要骗我？大瓜呀，夏婉婉不会真认识陆总吧？夏婉婉看起来不像在演戏。对不起，这件事我以后再解释，我是来证明你清白的。陆总还他道歉呢，不会他们真的认识？陆总，你确定你了解桑？陆总，你不能因为你认识夏婉婉，又或者你跟夏婉婉是男女朋友关系，就诬陷我吧？你胡说什么？我和陆总不是男女朋友。还说不是男女朋友？陆总之前戴的领带都是几万块钱一条，私人定制，你送了几百块钱的便宜货，他照样带着上下班。原来陆总还在谈地下恋。陆文书，是你不留我，今天以后我在陆氏集团肯定待不住了。但你既然要坚持帮夏婉婉，那就怪不得我了。陆总，我知道你在公司一人独大，可是你也不能因为夏婉婉就诬陷我吧？夏婉婉不会真的是陆总的女朋友吧？那她岂不是老板娘？怪不得资历再差也能进来，那还有什么公平？陆总，是不是以后你还要因为夏婉婉说我们整个设计部都是抄袭的呀？你现在往我身上泼脏水，你真以为我没有证据？你现在往我身上泼脏水，你真以为我没有证据？陆总，监控视频资料已经拷贝过，播放出来，让大家都看一下。真是神嘛！开口口声声说是夏婉婉抄袭你的，还真是倒打一耙。这怎么可能会有监控？怎么不可能有监控？你以为你5年前做的事都有人知道？陆总，你误会了，我没有。什么5年前就开始抄袭？难怪这几年只有他刚入职的时候作品能看，这5年一直没有什么作品新出。抄袭狗是他啊，居然好意思往别人头上泼脏水，真是够恶心的。咱们还把这种人当做朋友？陆总，我没有。5年前的事我已经调查清楚，这不是。什么？我真没想到你居然是这样的人！夏婉婉，我向你道歉，是我误会你。这次评选的结果已经出来了，是你的作品，你是个优秀的设计师。放出下水，对审判全行业公正。陆总，你不能对我这么狠心！沈小姐，请你现在立刻收拾东西，离开公司。我不走，我不离开公司，我不走，我不走！我现在宣布，夏婉婉是我们公司新的主管设计师。谢谢，陆总。连个夏婉婉还在生我的气，怪我隐瞒你。你为什么要骗我？你明明那么有钱，为什么还要住在我家？该不会他知道了夏洛克的身份，想要抢走夏洛克吧？不行，我绝对不能让他抢走夏洛克。你是不是忘了5年前的事？他不会真知道夏洛克是他儿子吧？夏婉婉，我可以为5年前的事负责。我不用你负责，我和夏洛克2个人挺好的，而且夏洛克不是男。什么？夏洛克不是我儿子？所以你前2天对夏洛克那么好，就是因为你觉得他是你儿子。对不起，陆总，要让你失望，夏洛克是我前男友的儿子。就算夏洛克不是你儿子，那你也是5年前的人。事情已经过去了，陆总不会还对当年的事情念念不忘吧？夏婉婉，如果我是我这些年一直在找你的，你能不能给我个机会，让我做你的？刚才进来的就是总裁的未婚妻苏大小姐吧？好有气质，而且看起来就挺有钱。陆总，这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就是啊。夏婉婉，别再做那些不切实际的白日梦了。丑小鸭是不会变成白天鹅的。倘若让陆文书知道了夏洛克是他儿子，只会让夏洛克远离你。
妈妈，你是快放假了，打算带我出去旅游吗？没有，夏洛克，我们换个城市生活好不好？为什么？你是打算逃跑吗？你是不是犯什么错了？妈妈没有犯错。夏洛克，你去收拾一下自己的东西，少带一点，越快越好。我们今天就走。今天就出发吗？下午2点的飞机，去。妈妈，那我们还回来吗？不跟小树哥告别吗？不了，后有缘再见吧。小树哥，你回来啦！你就这么着急要带夏洛克走吗？你就这么害怕我找到你们吗？陆文书，夏洛克不是你儿子，我也和你没有关系。夏洛克真的不是我儿子，就算他真的不是我儿子，我也可以善待他，把他当成亲生儿子。小树哥，你是想做我爸爸吗？夏洛克，你喜欢小树哥吗？可是你有5个儿子，你让我做你第6个儿子吗？我哪来的5个儿子？就是你刚来的时候，我听见你打电话什么1台5宝，那不就是你儿子吗？别误会，我只有你一个儿子。夏洛克是我儿子，跟你没有关系。这点跟我没关系。他跟我一样，都是红绿色。他跟我一样，都是谢如光。他跟我一样，都是谢如光。就算他是你儿子，这么多年你有尽过父亲的责任和义务吗？更何况，你都要和别的女人订婚了。妈妈，他不会真是我爸爸吧？不是，是你刚才……我现在在乎的不是夏洛克的身份，我只是想你给我一个机会。没有别的女人，也没有未婚妻，只有你。你不要再来打扰我们的生活了。那你能不能答应，你们暂时先不要走，给我一个机会？而且夏洛克他快上小学了，你也不想看到他颠沛流离。我答应你，我不会从你身边抢走夏洛克的。小树哥，你还是回去吧，妈妈这还有我呢。夏洛克，你已经长大了，是个小男子汉，你要记得保护好妈妈，不要回来接你们蛋。妈妈，小树哥不会真是我爸比吧？夏洛克愿意跟爸爸一起生活吗？我想爸爸妈妈在一起生活。如果妈妈不愿意，我只和妈妈在一起。阿姨，你都不知道，我昨天去公司，文书竟然和一个有孩子的女员工纠缠不清，还为了那个女员工，把他们公司的设计师都给开除了。什么？文书竟然这么疯，和有妇之夫纠缠不清？我也不是爱听慌的，我不能让他这么糊涂下去了。诗诗啊，我看你和文书的婚事呢，要不还是算了吧，你俩好像也没有那么合适。阿姨，我们哪里不合适了？你是不是有别的儿媳人选？阿姨倒是挺喜欢你的，可是你跟文书认识这么久了，你俩也不来电，你年纪也差不多了，我不能总让那个混小子这么耽误你。不是的，阿姨，我跟文书是有感情的，肯定是那个女员工从中作梗。还有这么无耻的女员工，有老公有孩子还纠缠文书？现在心思愚蠢的女人可多了去了，阿姨，你跟我去看看吧。荒唐！我今天倒要看看这个女人是何方神圣。夏婉婉，你个单亲妈妈有什么资格跟我斗？还想抢我的男人？是说……哎，小婉婉，要不你还是出去避一避吧。这老夫人啊，肯定是来找你麻烦。可不是嘛！你看夫人都带着陆总无痕机找来，肯定是昨天发生的事让老夫人给知道了。我行得正坐得端，为什么要躲？梦巧，好一个行得正坐得端！夏婉婉啊！哎呀，你怎么上来就打人呢？夏婉婉，你还要不要脸啊？你自己都结婚生子了，还勾引别人未婚夫？完了完了，
夏婉婉走样了，这陆夫人都带着陆总的准未婚妻找上门来了。你说夏婉婉和陆总是正常交，谁知道呢？看着都不太像，肯定是某种关系。你在和我的儿子交往啊？他喜欢你吗？你是？哎呀，上次我就想把你介绍给我儿子，没想到我们这么有缘分，这么快就见面了。陆总是你的儿子啊，阿姨？可不是嘛，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和我儿子啊那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更何况他现在因为你啊都是非不分了，那就更合适了。没有，阿姨，陆总没有为了我是非不分。哎呀，这是好事儿啊，说明他对你上头了呀。这怎么回事？夏婉婉怎么连陆夫人都认识？夫人还说陆总和夏婉是天造地设的一对，难不成他俩真是一对儿？夫人，你真误会了，我和陆总没什么。我懂，阿姨是过来人了，都懂。阿姨，你真误会了，我和陆总真没什么。这年轻人在阿姨面前还害羞了。这样，你跟阿姨说啊，不，你跟妈说。彩礼要多少钱？我明天就去提亲。不是，阿姨，你过来不是报我的名字，是报一个外人啊！哎呀，什么外人啊？你要懂点事儿，他是我的救命恩人。那我呢？哎呀，苏丫头，你听阿姨说啊，文叔那个闷葫芦不合适。你这样啊，下次阿姨啊给你介绍高富帅，绝对配你。妈，你有什么冲我来？不要对他发脾气。你今天不是出差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哦，是因为他。行了，你们的婚事我同意了，明天就去提亲啊。妈，你同意了？婉婉这么好的女孩啊，过了这个村可就找不着了。当时我撞车，要不是因为他呀，我可能就没命了。谢谢妈。咱们老板娘要换人了吗？当然了，陆总和夏婉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夏婉这命也太好了吧？要不然阿姨，夏婉婉不能嫁给文叔，他都有儿子了，难道要让他带着儿子嫁接孟家吗？婉婉这么多年自己带着孩子，说明啊，她是一个负责任的妈妈。是，那个孩子不是陆家的，到时候还要分陆家的家产。我们陆家钱多的是，多养一个孩子，多分一份家产，没什么。陆总还缺女儿吗？我去给陆总当女儿，给陆夫人当孙女。别想了，你大把年纪了，还想给人当孙女啊？你们就是疯了！婉婉啊，阿姨不逼你，你和文叔啊好好交往，他呀是一个值得托付的男人啊。妈，你慢走啊。妈妈不是叫我偷偷给你开门，要是被妈妈知道，我就死定了。没事儿，有爸爸在，要是以后不行，你就来投靠爸爸。这个管够啊！我才不会背叛我妈妈呢！要是你没有追上我妈妈，我不可能跟你一起回家的。你跟你妈咪都会跟我回家的。小叔吧，你好笨啊，追了好几天都没动静啊！你这小鬼，那你倒是说说怎么追啊？我看我妈都是看爸怎么追星，要不你也学学？妈咪回来了，你快躲起来！小罗克，你在家干嘛了？这么紧张？没有啊，没有，没有，你的脸为什么这么红？我在锻炼身体呀。妈妈，你以后还结婚吗？给我老实交代，陆文书是不是来过家里？并没有，我只是觉得咱们有个更好的主意。那你让我听听，你有什么主意？不如你嫁给小叔吧，这样我就能继承他的遗产。到时候你再跟他离婚，我带着你远走高飞。他还没死呢，你不能继承他的遗产。真是母慈子孝。可你作为他的老婆，得分走他一半的财产，这样我们就发财啦。夏洛克，妈妈问你
你是不是想回到他身边了？小龟头。向大家宣布个好消息，从今天开始，夏婉婉就是我们设计部的总设计师了，实至名归。总设计师？对，夏婉婉，你设计的珠宝创下了我们近10年来的预售额新高。你为什么突然让我当总设计师？不会是开后门吧？大总追妻又算节操，宠妻要对妈妈很好，要帮她实现她的梦想。夏小姐，恭喜你，实至名归。米兰珠宝设计大赛？可是我没有参加过呀。我拿你的设计图参赛，没想到夏小姐还挺有能力的。估计以后公司应该不会再有人质疑你工作能力，也不会有人质疑是我故意偏袒你。恭喜你，终于做到了。我做到了，陆文叔，谢谢你。你可不可以给我个机会，陪你一起去米兰参赛？我是想着说，你照顾夏洛克的话，一个人忙不过来，我可以帮你。那我就勉强同意了吧。夏洛克其实就是你亲儿子，我从始至终只有你一个，没有别人。那夏小姐，我妈准备的聘礼什么时候给你送过去？等我们从米兰回来吧。米兰 Go！